弟弟醉驾撞死2人，我为他顶包入狱5年。狱中认识了一位婆婆，她生活不能自理，我悉心照料。婆婆临死前留给我一笔遗产，竟是10个亿。出狱后，我立刻跟家人视频通话，准备跟他们分享富贵。谁料我妈脸色大变，匆匆挂了电话。我还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变故，连忙赶回家。刚到门口就听到弟媳的抱怨：这破天气还拉着我去过户，怎么就那么急呀？我妈说：还不是为了你们好，欣欣出狱了，赶紧把房子捂到你们手里，免得被他要回去。弟媳冷声道：一个劳改犯还想要房子，让他滚。我爸说：我们一家人过得好好的，他不该回来。这天大雪纷飞，冰冷刺骨，听着他们的对话，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寒冷，还是心寒，应该是天冷吧。外面下着大雪，我身上只裹着薄薄的单衣。他们可都是我的血亲啊！刚才兴许是我听错了，爸妈虽然一直偏心弟弟，但弟弟跟我很亲，我才会为他顶包。他们看我出来，应该会很开心的。这般想着，我敲响了房门。妈妈开门，看着我，故作惊讶地说道：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正准备让你爸接你呢。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了几眼，妈一脸心疼：这几年真是苦了你，人都瘦了一圈。我眼圈一红，妈还是关心我的。刚才那些话，肯定是我听错了。没事妈，已经过去了，以后我们就能享福了。我现在正准备跟他分享我得到10个亿的喜悦，弟媳忽然从屋里跑出来，朝我当头泼了一碗冷水，水冰凉透骨，顺着我的脸滑到脖子里。我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，一脸懵逼地望着他。干什么？弟媳毫不掩饰脸上的嫌弃之色。这是柚子水，去你身上的晦气。说完，他就转身回了屋。我冻得发抖，妈赶紧把我拉进了屋，拿毛巾擦我身上的水。欣欣，你别生气，娇娇怀孕了，情绪不好，你多包容一些。我皱了皱眉头，这不是怀不怀孕的事，我坐牢是为他和弟弟，他凭什么嫌弃我？我爸叼着烟从卧室走了出来，他的脸色不太好看。不是判了5年吗？怎么4年就出来了？我强行挤出一丝笑容。我在里面表现好，减刑1年。我爸似乎不太高兴，扫了我一眼，又进了屋。顾不上他的态度，我冻得浑身哆嗦。天气寒冷，我只穿着单衣，又被弟媳泼了一碗冷水，实在扛不住了。我朝着我的房间走去，想换身衣服，打开门却发现我的房间已经变成了宝宝房，衣柜里挂的都是小婴儿的衣服。妈，我衣服呢？我妈支支吾吾。你那些衣服都扔了？扔了。我打了个寒战，才离家4年，家里已经没有我的痕迹了。之前悬挂在客厅的全家福也换了，他们新照的。我妈干笑一声，连忙道：欣欣，先找娇娇的一件衣服换上，等雪停了再去买。弟媳立刻出声：别穿我的，我特殊时期，衣服不能随便给人穿，尤其是刚出狱的人。这是准备让我一直冻着了。我看了看弟媳，又看了看妈妈，没有人说话，死一样的沉默。我的心渐渐沉了下去。在狱中，我无数次地幻想过亲人相聚的场景，真到了这一天，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。我住哪？我率先打破了沉默。妈搓着手，欲言又止。弟媳冷冷地说道：家里没你的房间了，你看着办。我气笑了，这我买的房子30一厅，到头来我连个房间都没有。弟媳疼的一下站起来，趾高气扬地说道：怎么，你买的房子就了不起啊？你这样说是想赶我走？是，你们都姓王，就我一个外姓，合起来欺负我，那我走不行吗？
他挺着大肚子就朝外走。我妈一看，急忙去拦他：“这大雪天的，肚里还怀着呢，千万别动了胎气。”我妈急得满头大汗，好不容易才将他劝了回来。我爸突然从房间里走出来，看着我，眉头紧锁：“家就这么大，过几个月还要添一口，你回来就住不下。你要是晚出来1年，我们还有时间倒腾倒腾。”爸爸的话让我心寒。不过他一直都是重男轻女，我早就习惯了。这个家最让我有归属感的是弟弟，他跟我还是比较亲的，我要看他的态度。姐，你出狱了。弟弟从外面回来，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他看到我，一脸惊喜。在监狱察言观色的经验告诉我，他的表情有些浮夸，像是做戏。不过我没多想，弟弟还是那个弟弟，见到我肯定是太高兴了。是啊，出来了。你怎么买那么多东西？我上前要帮忙，弟媳快步走来，一下横在我的面前：“别动，都是给宝宝买的东西，你不要碰。”我讪讪地收回手。弟弟似乎为了缓解尴尬，笑了笑说道：“姐，这是给你还没出生的大侄子买的，有几袋尿不湿，10几件衣服，还有婴儿车、玩具。”他说了一大堆，然后拎着这些东西径直走向宝宝房，都堆了进去。妈，门口还有一些，你搬进来。等东西全都搬进来，堆成了一座小山。我有些惊讶，这是把整个母婴店搬空了。宝宝还有几个月才出生，谁会冒着这么大的雪买这么多东西回来？而且全都堆到了宝宝房，也就是我以前那个房间。对了，姐，你回来住哪呀？弟弟搬完东西，满头大汗地看着我。我裹了裹衣服，剩下的话说不出来。那堆积如山的东西堵住了我的嘴。还住你以前那个屋吧？弟弟一拍大腿，似乎反应过来，我这就给你收拾。算了，别收拾了。我摆摆手，那怎么行？弟弟回头看着我，一脸感激。姐，你是为我坐的牢，你的恩情我一直都记在心里。他这暖心的话，我听了并没有感觉多温暖，也许是因为我太冷了吧。湿漉漉的单衣裹在身上，他们都穿着羽绒服呢。王家宝，你住手！要把我儿子的东西放哪？弟弟刚从宝宝房搬出一个空箱子，弟媳就双手叉腰的大喊。弟弟愣在那里，一脸为难地看向我，东西都堆满了，怎么搬？家就那么大一点。我爸点了一根烟，没好气地嘟囔：“别搬了，我不住家里。”我看向妈，花园路那边的钥匙给我吧，我住那边，在那边我也有套房子。我妈搓着手，迟迟没有回应。她看向我弟，弟弟挠挠头，尴尬地说道：“姐，那套房子给娇娇爸妈住了。”哦，我点点头，淡淡一笑。5年前如果卖了花园路那套房子，我就能筹到足够的钱，得到受害者家属的谅解书。有谅解书的情况下，我最多判1年2年，甚至缓刑。但我没卖，想留下那套房子给爸妈养老。结果养了弟媳他爸妈的老，顷刻间一股悲愤从心中涌起，直冲全身。我冷冷的目光挨个从他们身上扫过，声音如同门外的寒风：“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看到我变脸，我妈赶紧说好话：“欣欣，你别生气，娇娇她爸妈也不是外人，住也没关系。”看我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的缓和，弟弟讪笑着开口：“姐，要不过几天我跟他们说说，让他们搬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徐娇娇一个眼神就让他憋了回去。那个，欣欣，隔壁小区空房多，我先帮你租一间好不好？我妈又说不好，我果断拒绝。我爸捏着烟屁股，狠狠地钻进烟灰缸里，瞪着我：“王文新，你到底闹哪样？
不是我闹哪样。我迎上爸爸严厉的目光。我2套房子，结果我却要出去租房，你觉得合理吗？我爸一拍桌子，你一出狱就跟我们争房子，你合理吗？不是我争房子，是你们连一个房间都不肯给我。我爸站起身，像是从小训斥我那样，手指几乎点在我的脑袋上。你是瞎子吗？这唯一的房间堆满了东西，你怎么住？外面大片的空房，你租一个怎么了？实在不行，你就回监狱继续住。王文新，别一副债主的样子，我们不欠你什么。他这些话像尖刀一样扎进我心里，我鼻子一酸，眼眶就湿了。好一句不欠我什么！当初家宝出事的时候，是谁一把鼻子一把泪求我给他顶罪的？又是谁说我对咱老王家有再造之恩，以后会竭尽全力补偿我、报答我？我在里面熬了4年，现在出来了，连个房间都没得住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补偿和报答？我满心悲凉，胸中翻滚着剧烈的情绪。当年弟弟和弟媳开着我的新车去酒吧玩，撞死一对老夫妇。爸妈第一时间找到我，他们说弟弟刚上班，刚订婚，美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这场车祸能毁了他一辈子。可是我美好的人生也刚刚开始啊！我吃了那么多年的苦，开的火锅店终于好了起来，还完这套房的房贷。我在花园路又买了1套房子，买了车。爸妈哭着求我顶罪，弟弟跪在地上求我。他们说等我出来了，用一辈子报答我。我心疼父母，成全弟弟，所以我毁了自己。我在监狱苦苦熬了4年啊！我以为苦日子熬到头了，以为能享受亲情的温暖了，可迎接我的却是白眼和冷漠，嫌弃和背叛。我为之付出一切的家人，竟是这样一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姐，以前的事已经过去了，别动不动就挂在嘴边。弟弟开口了，眉头紧皱。你在里面坐牢，我们日子也不好过，全家都跟着你蒙羞，街坊四邻指指点点，我们都抬不起头。现在你回来了，如果住在家里，那些人指不定在背后怎么议论呢？你光想着自己的委屈，怎么不替我们想想？你住家里，我儿子怎么办？难道一出生就让他跟劳改犯住在一起，遭受别人的歧视吗？弟弟的话让我浑身发抖。这就是我毁了自己，付出一切也要保护的弟弟，他竟然是这种想法。我的心沉入谷底，对这个家庭的最后一丝幻想也是随之破灭。我望着他，冷笑着说道：王家宝，醉驾撞死人的是你，让全家人蒙羞的也是你。我清清白白，是为你顶罪，为你坐牢。谁都可以看不起我这个劳改犯，唯独你王家宝不可以。你要真是个男人，当初就应该主动认罪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牺牲，一边霸占着我的房子，一边唾弃着我劳改犯的身份。王家宝，扪心自问，你的良知在哪里？我的话让王家宝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，他上前一步，冷冷地说道：王文新，当年替我顶罪，你是自愿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而且我谢你了，也内疚了很长时间，你还要我怎样？你是大姐，为我付出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可是你亲弟弟呀！他轻描淡写，理所当然。我为他坐牢4年，一句谢谢和内疚足以抵消。我爸跟以前一样，永远都是维护我弟，对着我呵斥，不就是4年吗？比得上姐弟之间的感情？做一点事就想全家人对你感恩戴德，你怎么那么功利？爸说的对，亲情大于一切，坐几年牢算什么？弟媳也指着我，毫不留情。你现在与社会脱轨，肯定找不到什么工作，在家里也是拖累，马上我儿子要出生了。
处处都要用钱，怎么养你这个巨婴？妈说，欣欣啊，话糙理不糙，你现在的身份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还是出去住吧。他们一人一句，把我的心刺得千疮百孔。虽然对他们幻想破灭，但我还是不争气地哭了。我闭上眼睛，把泪水硬生生地憋回去，然后望向他们。你们是铁了心的把我赶出去，对吧？你们嫌我是拖累，巴不得跟我断绝关系，对吧？对。我爸一拍桌子，直接承认。行，我如了你们的意，跟你们断绝关系。我一字一句地说道。从今以后，我王文新无父无母无亲人。我拉着行李箱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揣着10亿回来跟他们分享，他们对我却是这种态度，只能说有些人一辈子贱命，泼天的富贵砸到头顶也接不住。从家里出来后，我找了个宾馆住下，当天我就电话联系了当地最有名的张律师，问他房子我买的，写的是别人名字，能不能要回来。张律师说，这种情况一般要不回来，但他出马，绝对可以。他是块金字招牌，打官司基本没输过，就是律师费有点贵，钱不是问题。我直接就付了律师费。跟张律师通完话后，我躺在床上，心里挺不是滋味。想想这么多年，我自己都心疼自己。从我弟名字就能看出我爸妈对他的态度。王家宝，家里的宝，从小到大，我都在为这个宝付出。前半辈子我就干了3件事：供应我弟，攒钱买房，替他坐牢。可他们是怎么对我的？2套房子全都霸占，再把我赶出家门。他们感觉我是个累赘，看着手机里10位数的存款，我又笑了。这么多钱，足以让我躺平一辈子。第2天我就前往了湖光山色售楼处，这是城里最好的别墅区。我直接全款买了1套大别墅，这里地理位置绝佳，未来肯定会升值。在导购小姐的游说以及多买多优惠的诱惑下，我又一口气买了20套。以后无论是出租还是等升值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我坐拥21套别墅，半个湖光山色都是我的。如果爸妈他们但凡给我一点温暖，我一人送他们1套。可惜他们没这个福气。我拎包入住，又高薪请了个保姆，每天做饭打扫一下卫生，日子美好而又惬意。我辛苦了半辈子，终于能享受一下了。就这样平静地过了半个月，我爸突然打电话过来了，刚接通就听到他的咆哮：王文新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竟然告我们！我淡淡一笑，我好着呢，我告霸占我房子的人有什么毛病？好，你这个孽种翅膀硬了，一点矛盾就给闹到法院了。我爸破大防，快气炸了，用更大的声音吼道：我告诉你，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不但房子你要不回去，而且我要去法院告你这个畜生，不赡养老人。我让你最后钱财两空，身败名裂，跪着求我无所谓，你去告呗，大不了每月给你们几百块的养老费，这个钱我还是出得起的。或者每月初1、15，我买几千个馒头送过去，让你们吃个够。我爸气得吐血，畜生，你给我等着！挂断电话后，我整个人都舒服了。这时，一个身穿职业装的女人过来了，她是小区的业务经理，名叫李林。我把空余的别墅挂在了她的公司，如果有人租住或者买卖的，都可以找她。文心，今天有位姓徐的女顾客想开生日派对，相中了您的16号别墅。徐小姐带了一些朋友，准备租3天，没问题。我痛快点头。随后我们去大厅见那个租客，签一下合同。大厅的沙发上坐着10多个人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弟媳徐娇娇，还有王家宝。姓徐的女顾客
想起李林的话，我哑然失笑。那个想租我别墅的，不会就是弟媳吧？看到我，弟媳直接冲了过来，气势汹汹：“王文新，你跟踪我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别想要房子。”李林微微一愣：“你们认识？”“当然认识。”弟媳指着我，对他那些朋友说道：“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劳改犯大姐，刚出狱就跟我们争房子，最后被我婆家赶出去了。”他那些朋友纷纷看向我，目光不太友善，显然徐娇娇没少说我坏话。真晦气，碰到他这个劳改犯。弟媳满是鄙夷，嗤笑着说道：“王文新，你这条丧家之犬，来这里干什么？这么高端的别墅区，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”我淡淡一笑：“你又来干什么？”弟媳顿时一脸得意：“我在这里开生日派对，专门租了一栋大别墅，请了我这么多朋友。你这个穷逼，一辈子都没这待遇。”他十分傲娇，在我面前优越感爆棚，好像她是这里的女业主。我微笑道：“不好意思，你要租的别墅正是我名下的。”徐娇娇先是一愣，随后就哈哈大笑起来，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。大家都听听，一个刚出狱的劳改犯，无家可归的可怜虫，竟然说这是他的别墅。他那些朋友也跟着笑起来，看着我仿佛看着一个小丑，可是马上他们就笑不出来了。李林上前一步，对我弟媳说道：“徐女士，文心说的不错，你要租的就是他的别墅。”刺耳的笑声戛然而止。徐娇娇和王家宝先是一愣，随后脸上都是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来。“什么？王文新就是别墅的主人？这怎么可能？”徐娇娇叫了起来。李林无奈一笑：“我是这里的业务经理，难道还能骗你们不成？那栋别墅确实是文新的。”这话一出，他们的脸色全都变了，望着我的表情十分愕然。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王文新刚出狱的劳改犯，这里的别墅千万起步，他根本买不起！”徐娇娇大喊：“一个他看不起的劳改犯，摇身一变成为千万富翁，他根本接受不了！”他死死地盯着我，目光似乎要把我穿透。我瞥了他一眼：“随便你怎么说，不过我告诉你，我的房子就算免费给人住，也不会租给你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没走几步，王家宝就追了上来，目光复杂地说道：“王文新，那别墅真是你的？”“是啊，我刚买的。”我笑眯眯地看着王家宝，这个曾经被我视为至亲的人。王家宝顿时激动起来：“姐，太好了，你都住上别墅了，这可是湖光山色的别墅啊！”“等等！”我打断他：“我住别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激动什么？还有，不要叫我姐，我一个劳改犯，怎么配当你姐呢？”王家宝脸色一白，心中突然涌出浓浓的后悔，而我已是大步离开。王家宝突然觉得这个姐姐是那么的可亲，他多想冲上去，像小时候那样抱住姐姐的胳膊，亲热地叫一声“姐”。只不过那不可能了，而且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爸打来了电话：“家宝，别办生日派对了，王文新那个贱丫头把我们告了。女儿啊，家里已经给你收拾好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1个小时后，我妈给我发了消息，然后又发来了一张图片。我以前的房间，也就是那个宝宝房，堆积如山的东西不见了，搬得干干净净，收拾得整整齐齐。我笑了，他们肯定是知道我买了湖光山色的别墅。看看这变脸快不快，把房间收拾干净了，巴巴地求着我回去。早干嘛了？等了很久没见我回复，我妈又发来一段长长的文字：“女儿啊，你一直都是爸妈的心头肉。你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她在打感情牌。”看着那一段动人的文字，我现在只感觉恶心。接着我爸又来了，
那个平时看到我恨不得掐死我，让我事事都为弟弟考虑，为弟弟牺牲的爸爸。女儿，这么多年，爸欠你一句对不起。开头就很炸裂，这个在我面前一直保持着威严的男人，竟然放低姿态向我道歉。以前的事是爸做的不对，我想了很久，这些年对你关爱真的太少了，我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愧疚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我都是你爸爸，生你养你的爸爸，永远都是你温暖的避风港。噗，看到最后一句，我差点把早上的饭吐出来。好一个温暖的避风港，把我送到监狱避风，大雪纷飞，把我赶出家门避风。恶心！我回复了2个字，直接把他拉黑了。接着，我弟又来了。我亲爱的姐姐，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也是我最爱的人。你从小到大一直疼我，更是为我坐了4年牢。我这辈子都无法报答你的大恩大德。回来吧，姐。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，给我们一个报答的机会，给我们一个家人团聚的机会，真是感人肺腑啊！如果是我刚出狱的时候看到，肯定会感动得泪流满面。但是现在，我只会呵呵。就在我想着最看不惯我的弟媳会不会也来煽情的时候，她真的就来了。姐，开头第1个字就把我逗笑了。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他这是第1次喊我姐，有别墅就是姐，没别墅就是劳改犯。弟媳发来了长文，足有1000字，但我连看的欲望都没有，就直接把他扔进了黑名单。他们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，截然不同的嘴脸，让我彻底地认清了他们。跟他们断绝关系，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。很快，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过来。我刚接听，就传来了王家宝愤怒的质问：“王文新，你竟然把我们全家都拉黑了，还发来了律师函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他们向我示好，我没有接着，他就恼羞成怒了。我们可是一家人啊，你这么做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我嗤笑，现在把我当家人了，之前把我赶出门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。那天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我跟你们断绝关系，从今以后我王文新无父无母无亲人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，设置陌生号码拦截，避免他们的骚扰。然后我把他们4个人的照片发给了物业管家，告诉他不要放这4个人进来，以他们的尿性，肯定会跑到这里骚扰我，要我的别墅。只要物业介入，他们连门都进不来。安排好后，我就去参加一个晚宴活动，开放商办的。因为我一口气买了21套别墅，开放商自然把我当姑奶奶供着，隔3差5就请我吃饭。第2天我刚睡醒，保姆丽丽就拿着手机跑过来，激动地说道：“欣姐，你上热搜了，而且还是热搜第1。”我接过手机一看，真的上热搜了。标题是一口气买了21栋别墅的神豪。我哭笑不得，就是昨天参加开发商的那个晚宴，这事流传出去了，把全网都轰动了。一口气买21栋别墅，确实挺惊人的。我原本以为很快热搜就会下去，没想到这事儿发酵得越来越厉害。热搜前10我占3个。震惊！买了21栋别墅的神豪，竟是刑满释放人员。这条热搜更炸裂，直接顶替之前那条，登上了第1。更多的吃瓜群众围了上来。一个刚出狱的劳改犯，怎么可能这么有钱？快查查他的钱是哪里来的，8成是非法所得。嘿嘿，真是搞笑了。刚出来买别墅，马上又要进去踩缝纫机了。大家评论纷纷，基本都在质疑我钱财的合法性。不过我丝毫不怕，我是通过合法继承得到的10亿，随便他们去查。果然，网友神通广大，把我的底细都扒了出来，买了21栋别墅的神豪。
钱财来源完全合法，狱中行善，照顾老人，竟得到10亿遗产。关于我的这2条新闻迅速占据了热搜第1和第2。留给我遗产的婆婆是隔壁市的首富，她只有一个儿子，但那儿子是个畜生。为了跟她争夺公司的控制权，不择手段，她将婆婆囚禁起来，侮辱、殴打，百般折磨。后来婆婆实在受不了了，狠心杀了那个畜生儿子，然后去警局自首。我一开始不知道她的身份，只觉得她很可怜，生活不能自理，狱友还欺负她。我心善，就一直照顾婆婆。婆婆临死前把遗产留给我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她真正的身份。网友把我扒得明明白白，这时候风向也变了，全都是赞美和羡慕。神豪心善，得到婆婆的遗产是应该的，运气太好了。如果我也能遇到这样的婆婆，我甘愿进去踩10年缝纫机。婆婆圆满了，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是快乐的。她肯定把神豪当成了自己的亲女儿，享受了天伦之乐。最后热搜慢慢的下去了，我以为这场闹剧就要收场的时候，一场更大的风暴却朝着我袭来，我又上了热搜。而这次热搜的源头不是别墅和婆婆，而是来自我的家人。我爸妈录制了一段视频，传到了网上。视频中是一对可怜的老夫妇，他们衣着破烂，神情憔悴，在一个破烂的小屋里控诉着我的罪过。最近网上爆火的神豪王文馨，就是我们的亲生女儿。小时候我们疼她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什么好吃的都留给她，什么好穿的也都给她。我们老2口宁可自己饿着冻着，也要给她最好的。穷养儿，富养女，我们懂这个道理。我们老2口含辛茹苦地把她养大。可是她呢，现在风光了，一脚把我们踢开。她自己买了大别墅，非但不给我们住，还把我们从老房子里赶出去。大雪纷飞的天哪，我们老2口衣着单薄，在大街上冻得瑟瑟发抖。后来是儿子看我们可怜，把我们接回了家，否则我老2口就要冻死在大街上了。这个不孝女，狼心狗肺的东西！儿子在花园路有套房子，是我们老2口买的，当时糊涂啊，写了那个不孝女的名字。那个禽兽现在打官司要把房子拿走，说就算是房子空着，也不给我们住。我们实在没办法了呀，被他逼上绝路，只能求助各位网友替我们主持公道。我怎么就生了这样一个禽兽不如的女儿啊？老天爷，你开开眼吧！呜呜呜！说到最后，我爸妈抱头痛哭，凄惨可怜，令人动容。然后我弟和弟媳也出镜了，他们一边安慰2位老人，一边继续控诉我的罪过。我这个姐姐简直就不是人。王家宝双眼通红，愤怒无比。他从小就欺负我，什么好吃的都要给我抢走，但凡我说一个不字，他就打我，骂我。我爸妈宠他，他肆无忌惮，小小年纪就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，初中就辍学了。他跑到南方鬼混，每月还要伸手朝家里要钱。现在他走了狗屎运，发达了，更不把我们当人了。现在我们一家4口都挤在这个破房子里。我姐那个禽兽还告我们要把房子要走，把我们赶尽杀绝。王家宝说到最后，把牙齿都快咬碎了。然后是我弟媳，挺着大肚子，哭的那叫一个伤心。各位大哥，我还怀着身孕呢。王文馨来家里闹几次了，我只说了一句，他就对我又打又骂，害得我差点流产。现在他发达了，成了亿万富豪，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根本斗不过他，只能请求各位网友帮帮我们主持公道，伸张正义。视频一共10分钟，充满了血与泪、仇与恨、
情词恳切，悲惨万分。别说广大网友了，我都被他们说的快要掉眼泪了。最后，他们把我的个人信息全都曝光了，心思昭然若揭，要让我变成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他们要彻底毁了我，让我坠入地狱。他们确实如愿以偿了。亿万网友爆发出了滔天怒火，铺天盖地地朝着我倾泻而来。短短1个小时，就有上百万条骂我的消息，从各个角落、各个缝隙都能看到。我把手机关了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真是再一次刷新了我对他们的认知。这家人毫无下限，他们恶人先告状，颠倒黑白，无中生有，对我最大限度的污蔑抹黑。我还是伤心了，就算断绝了关系，毕竟也是一家人。我完全做不到他们这种怀着如此巨大的恶意，可他们能做出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无情。接下来的一天，我什么都没做，就躺在家里睡觉。网上的舆论越来越凶猛，简直爆炸了。我不出来回应，愤怒的网友叫嚣着要人肉我，找到我打死我。保姆都被吓走了，连工资都没要，连夜带着行李跑了。我却不慌不忙，安心睡觉。高档小区安保工作做得好，谁也进不来。直到第3天，舆论彻底爆炸，连官方的人员都来联系我，让我平息事端。我终于开始反击了。想必王家宝他们现在很开心，看着亿万网友为他们摇旗呐喊，冲锋陷阵，他们肯定在哈哈大笑，得意洋洋。在官方的帮助下，我找了当地一个粉丝千万的新闻媒体，直接开直播回应这件事。短短几分钟，直播间就涌入了几十万人，无数的人在刷屏骂我，用最肮脏、最恶毒的语言。我面色平静地坐在那里，脸上噙着一丝微笑。最近我和家人的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，我先对各位网友说声抱歉，占用你们的时间和精力了。你们关心的问题我会一一回应，不过在回应这些问题之前，我先讲一讲我的经历吧。我小时候跟爸妈生活在一个小村子里，自从我记事起，爸爸总是阴沉着脸，脸上没有笑容。我以为他天生就这样，直到我5岁的时候，弟弟出生，我才看到他脸上的笑容。原来我爸会笑，只不过不会对我笑，因为我是个女孩，不能为他们老王家传宗接代，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，养了也是白养，喂他一口饭都浪费粮食。这都是我爸的原话。有了弟弟后，我才知道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好吃的，有卤的金黄的鸡腿，有香甜美味的蛋糕，有咬一口就会冒油的小笼包。可惜这些东西弟弟吃的时候，我只能在旁边看着，闻着，默默流口水。小时候爸领我们上街，我渴了喝白开水，给我弟买绿茶。我也想喝绿茶，想尝尝那是什么味道。我拿着弟弟喝过的瓶子闻，又香又甜。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喝一瓶绿茶。很可笑，我说着说着眼睛就湿润了。那真是我小时候的愿望啊，仅仅是一瓶绿茶而已。可惜直到我10几岁，打工挣到了第1笔钱，才实现了这个愿望。我拼命的努力，拼命的学习，想考上名牌大学，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挣很多很多的钱。我的成绩也很优异，一直都是班里的前几名。可是在初2这年，我辍学了，爸妈不让我上了，他们让我去南方打工挣钱，因为他们把我弟送到了城里的贵族学校，家里开销太大。我不同意，他们就把我从学校里拖回来，把我关在家里，骂我打我。最后我还是去了南方，14岁就开始打工。我进过工厂，端过盘子，发过传单，送过快递，也去过建筑工地。只要能挣钱的活，我都干。
每个月我至少都要往家里拿5000，拿不到我爸就骂我。我小时候穿的都是破衣服，长大了穿的都是地摊货。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300块，我要省吃俭用，攒下钱给家里，供应我弟在贵族学校读书。我淡淡的述说着我的经历，直播间里骂我的弹幕渐渐的变少了，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在骂，说我演戏，说我撒谎。只能说媒体对这场直播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他们竟然找来了我老家的邻居，还有我初中的同学。主持人当着百万网友的面求证，文心说的是真的。王宣怀他们2口子心黑着呢，疼小子不疼闺女，上街给小子买绿茶，给女儿喝白开水，喝井水，整个村都知道。邻居大娘现场实锤，然后主持人又向我的初中同学求证，王文新说的一字不差，我就是他同桌，他成绩很好，在班里都是数1数2。可是那天他爸冲进来，把正在上课的他拖走了，又打又骂。从那以后他就没来过学校。我记得我们老师惋惜了好久。我初中同学又是一记实锤，直播间也有以前认识我的人，纷纷为我出声，更多的内幕爆了出来，事情反转了，那些骂我的弹幕一句都没有了。我继续述说，等他离开贵族学校的时候，我终于轻松了，每个月都可以攒钱了。我攒了10年，回来后买了一套房子，把爸妈接到了城里，又开了一家火锅店。在我的苦心经营下，火锅店的生意越来越好。我又在花园路买了一套房子，买了一辆新车。就在我准备迎接美好的生活时，一场车祸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我入狱5年，渴望亲情的我遇到了同样渴望亲情的婆婆。我把她当成妈妈照顾，她把我当成女儿对待。可惜婆婆走了，我们的缘分只维持了短短的4年。死之前，婆婆把她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我。这件事你们都知道了。我出狱那天，爸妈弟弟嫌弃我是劳改犯，不让我住在家里，在大雪纷飞的天把我赶了出去。那2套房子明明都是我的，他们却霸占着，连一个房间都没我的。你说我该不该打官司把房子要回来？我只能跟他们分道扬镳，用婆婆给我的钱买了别墅。知道我买别墅，他们又变了嘴脸，变成了慈父慈母好弟弟。可是我没有理他们，把他们全部拉黑了。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，我没有与他们共享富贵，他们就发视频造谣抹黑污蔑，引导网络舆论，让你们网暴我，想彻底毁了我。等我说完，直播间的弹幕全都是骂我爸妈他们的。事情发生了180度的大反转，舆论完全变了，而想要靠着网暴搞死我的爸妈弟弟，开始遭受反噬了。当然这还没完，在直播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我爆出了更大的猛料。其实4年前那场车祸，那对可怜的老夫妇不是我撞死的，真正的肇事者是我弟弟王家宝。我随后就拿出来视频证据，当年行车记录仪拍下的，直接实锤，全场哗然。王家宝出事之后，我爸妈哭着求我去顶罪，我弟跪下来求我，那时我傻傻的答应了，为我弟坐了4年牢。可是我出狱后，他们过河拆桥，恩将仇报。我不欠我弟什么，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我打工10几年的供养，再加上那4年牢狱生活，我已经还了。所以以后王家人不要再来打扰我，否则我将会继续用法律的手段维护我的合法权益。谢谢大家。直播结束后，我弟当天就被警方带走了，醉驾致死2人，肇事逃逸，找人顶罪瞒天过海，藐视法律。张律师说这几条就够我弟喝1壶了，10年刑期是没跑了。而且我从警方内部得到消息，
你弟似乎还有其他问题，涉嫌职务犯罪，数额巨大。张律师笑着说：“根据我的经验，他数罪并罚，恐怕要判15年以上。”我听了，内心毫无波澜。王家宝早就被宠坏了，无论犯什么事都不奇怪。这时，物业经理告诉我，小区门口跪着一对夫妇，求见我一面。我看了看监控，是我爸妈。短短几天不见，他们像是苍老了10几岁，憔悴得不成样子。我妈的头发都花白了。我爸跪在地上，手里举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醒目的几个字：“女儿，对不起。”我冷笑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，现在知道求我了，可惜已经晚了。这世上没有后悔药。他们在小区门口跪了整整1下午，我终究是狠下了心，没有露面。几天后，法院的判决书就下来了，让他们立刻搬离，把那2套房子还给我。这件事全网都在盯着，法院动作很快，直接现场执行。我爸妈、弟媳还有弟媳他爸妈全都被赶了出去。他们在城中村租了个又破又小的房子住，可是正义的网友没有放过他们，在网上对他们铺天盖地的讨伐，甚至有一些激进的网友人肉他们，线下真实堵在他们的门口辱骂、扔鸡蛋、倒垃圾，甚至泼粪水。弟媳经受不住这样的刺激，流产住院了。我弟判决那天，弟媳和他离了婚，爸妈哭瞎了眼，痛不欲生。我不再关注他们，开始用心经营自己的人生。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第一站，我来到了美丽的白云山。眼下正是春天，万物复苏，阳光明媚，到处都焕发着生机。我站在山巅，张开双臂，拥抱我的新生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出国工作1年，今天终于刑满释放了。我一路小跑赶回家里，满脑子都是和女儿安安重逢的画面，想着安安扑在我怀里，甜甜地喊妈妈。我不由得又加紧了脚步。刚到小区门口，却看见一个衣着破烂的小女孩正踮着脚尖，用力地翻着垃圾桶。我有些疑惑，我们小区也算是高档小区了，怎么会有捡破烂的小女孩呢？我不由得多看了2眼，只见小女孩从垃圾桶里捻起一个瓶子，兴奋地在衣服上抹了抹，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身后拖着的大麻袋里。可只一幕却让我的心跳慢了半拍，小女孩的侧脸怎么这么像我的女儿安安呢？我走到女孩10步远的距离停了下来，试探性地喊了一声：“许念安。”女孩竟真的转过了头，一脸茫然地看着我。渐渐的，她的眼神从迷茫到疑惑，再到不可思议，最后竟小声地说了句：“妈妈，是你吗？”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瞬间碎了，2行清泪顿时从眼角滑了下来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眼前脏兮兮的小孩竟然真的会是我的女儿安安。安安兴奋地朝我扑了过来：“妈妈，你回来了，我好想你呀！”我把安安抱在怀里，用力地擦拭着她脸上的脏污，可无论如何都无法把她的脸擦干净。我努力克制住情绪，颤抖地问安安：“你在这里干嘛呀？是学校布置的作业吗？”没想到安安却摇了摇头：“是奶奶交给我的任务。奶奶说我长大了，要自食其力，给爸爸妈妈减轻负担。我也不会干别的，就只好捡瓶子了。妈妈你放心，等我长大了，就出去打工，肯定比捡瓶子赚得多。”看着安安骄傲的小眼神，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奶奶在我们家吗？我有些疑惑。之前我坐月子的时候，婆婆对我不闻不问，甚至还偷偷把朋友送我的燕窝吃了个精光。一开始我还能忍她，可后来她隔三差五对我阴阳怪气，说什么生个孩子哪有那么娇气。
我们那时候刚生完孩子就下地干活了，生个小丫头片子有啥用？抓紧时间生个儿子才是正事之类的话，我实在忍不了，连夜把她的东西从楼上扔了下去。从那之后，我和我婆婆就再也没有见过面，她更不敢到我家来。没想到我出差1年，我老公许文渊竟然偷偷把他妈接过来了，住我家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让我女儿在外面捡瓶子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我站起身，拉着安安的小手：“安安真乖，这些瓶子咱们不要了，妈妈不需要你做这些脏活。走，咱们回家。”推开家门，我老公和婆婆正在啃羊排，满嘴流油。安安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偷懒可是要挨打的哦！你还敢打我女儿？听到我的声音，婆婆顿时吓了一跳，手里的羊排都掉到了地上。你回来了！许文渊也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还没等我说话，安安却小跑到婆婆身边：“奶奶，咱们家难得吃一次肉，怎么还掉地上了？多浪费呀！”说着，安安捡起地上的羊排，就准备往嘴里塞。我见状，连忙快步上前，一把打落她手中的羊排。“安安，你干嘛呢？”安安委屈地看着我：“妈妈，奶奶说浪费可耻，我每次不小心把吃的掉地上，奶奶都会让我捡起来吃掉的。我们家好几个月没吃肉了，这么大一块肉掉地上多可惜呀！”听完安安的话，我只觉得天旋地转。1年前许文渊被裁员了，为了维持家里的收入，我才答应老板到国外出差。每个月我除了日常开销，剩下的钱全都打给了许文渊，就是想让安安生活得好一点。可我没想到，他们竟然会如此虐待我的女儿。我压着怒火，轻声问安安：“你说家里好几个月没吃肉了，那你平时都吃什么？”安安指了指柜子：“我吃方便面，要是捡的瓶子多了，奶奶也会给我做热乎乎的烙饼，有时候还会给我炒青菜呢。”我瞬间感觉一股热流直窜脑门。我每个月打那么多钱回来，他们就给我女儿吃这个，难怪我看安安面有菜色，明显营养不良。我狠狠踩了2脚地上的羊排，捡起摔在婆婆面前，转头对安安说：“安安，我们要尊老爱幼，好吃的让给奶奶吃，好不好？”安安懂事地点点头。我冷笑着对婆婆说：“浪费可耻，这是你告诉安安的，那你就把这块肉吃干净吧。”婆婆瞪着眼睛看着我：“我不吃，脏死了。你还知道脏？这不是你教安安的吗？安安可以吃，你个老不死的有什么不能吃的？你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，以身作则，懂不懂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懂不懂？吃！你今天必须给我吃完！”见我发火，安安吓得连忙躲在我身后。许文渊站出来打圆场：“青宁，妈也是为了孩子好，你别发这么大脾气，听我慢慢给你说。那你吃。”我转头看着许文渊，许文渊被我的眼神吓得打了个哆嗦。我拉着安安的手，把她带进房间，锁上了门。妈妈和爸爸奶奶说说话，安安自己待一会儿哦。说完，我一步一顿地走到婆婆身边：“是你自己吃呢，还是我喂你吃？”看着我的眼神，婆婆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当年我把她的行李扔了出去，如果不是许文渊拼命拦着，我差点就把她也给扔到楼下去了。她见过我发火有多可怕，此时也不敢作声。我冷笑一声：“既然你不肯吃，那我就亲自喂你吃喽。”说着，我捻起羊排，狠狠朝他嘴里塞去。那块羊排本已经被他啃得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大多是骨头。他拼了命的挣扎，但我力气比他大得多，硬是给他塞进去了一大半。骨头在他嘴里不断的翻搅，没一会儿，他嘴角便渗出了血来。他被羊排堵着嘴，不断的嚎叫，
却只能发出支支吾吾的声音。我却发了狠，把整块羊排彻底塞进了他的嘴里。够了，严青宁！我妈喘不过气了。许文渊冲上来拼命地拽我，我自然拦不住他，在被拽开前又狠狠踹了婆婆2脚。嗨嗨嗨嗨！严青宁，你谋杀呀！婆婆的脸憋得发紫，满嘴鲜血混着骨头渣子，拼命地咳嗽着。谋杀？你对我女儿做的事情才是谋杀吧？我恶狠狠地瞪着她。婆婆咳了半晌，终于缓过来一口气，拍着桌子大骂：许文渊，管管你的好媳妇！许文渊，管管你的好妈！我俩同时看向许文渊，许文渊的眼神在我俩中间游离了半晌，忽然往地上一蹲，长叹一口气：哎，造孽呀！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，等着他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他过了半晌，才抬起头，却不敢看我的眼睛。青宁，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？呵，我还以为他会说什么，这个窝囊废。我冷笑一声，打招呼，打了招呼，我还能看见这么精彩的一幕吗？让一个6岁的孩子去翻垃圾桶捡瓶子，你们可真够狠心的。许文渊，那还是不是你的女儿？说着，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安安说我们家难得吃一次肉。我明白了，你知道我只有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末的时候会中午打视频，所以你们只在那天给安安做好吃的，目的就是让我看见安安过得很好。我说安安为什么一直说让我中午给他打视频？原来是他以为只要我中午打视频，他就可以吃肉了。呵，你们给他吃方便面，吃烙饼，自己却偷偷吃羊排，吃得油光满面的。许文渊，你他妈还算是个父亲吗？我看着许文渊那副窝囊的样子，冷笑一声：你不是说要给我慢慢说吗？来，你要说什么我听听。许文渊听我这么说，急忙抬起头，但眼神仍然闪躲。青宁，其实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安安好。我听一个育儿博主说，对小孩要苦难教育，这样才能培养出他坚强的性格，以后才会更容易成功。你看最近的电影，人家那么有钱的大老板都搞苦难教育呢。安安现在被我们培养得多好啊，懂得感恩，珍惜粮食，才这么小就学会了独立自主。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很成功。成功你妈！我气得抄起旁边的凳子，狠狠砸在了许文渊的身上。人家搞苦难教育，请了多少教育专家，还有专业的厨师做饭，营养一点不缺。你妈的搞苦难教育就是让我们女儿饿肚子吗？你这是苦难教育，你这是杀人吧！我恶狠狠地瞪着许文渊，脑子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：我看不是你听什么狗屁博主说的，是你妈听的吧？许文渊不敢答话，我已经气晕了，苦笑着点点头。好，好，许文渊，我之前给你说过什么？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你偷偷把他接到家里来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你他妈还搞狗屁的苦难教育，这样欺负我女儿！我每个月给你打那么多钱，都是为了狗了。你个婊子，骂谁是狗呢？婆婆听不下去了，冲着我嚷嚷。我回敬她一个要杀人的眼神，她顿时又缩了回去。搞苦难教育是吧？好，我看看你们能不能受得了苦难。说着，我头脑一热，把家里的空调挨个砸了个遍。许文渊，我带安安回娘家了。40度的天气，你和你亲爱的妈妈好好享受苦难吧。我把安安从房间里抱了出来，趁许文渊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冲出门去，把门锁锁上。我家的门锁从外面锁上，里面无法打开。我倒想看看这娘俩能不能受得了苦难。我带着安安先到5星级酒店开了个房间，好好洗了个澡，然后又去自助餐厅大吃了一顿。看着安安兴奋的模样，
我的心里只觉得一阵心酸，是我没有照顾好女儿，让她受了那么多苦。趁安安啃着牛排的功夫，我打开了微型摄像头的视频。刚才出门前，我顺手将公司带来的微型摄像头放在了鞋柜上。只见许文渊和婆婆热得满头大汗，双双站在家里唯一一台老得不像样的破风扇前。婆婆冲着许文渊抱怨：“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，被女人欺负成这个样子？你还是一家之主吗？”显然这娘俩已经吵了半天了。许文渊也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还说我呢？还不是怪你们没本事。这房子都是人家青宁在婚前买的，要是你们给我婚前买套房，现在被留在家里捂痱子的就是他了。”婆婆气得破口大骂：“我和你爸辛辛苦苦，怎么就养出了你这么个废物？他婚前买的房子，你不能要过去啊！再说了，你那么高的工资都去哪儿了？喂狗了？”许文渊也急了眼：“我工资都给谁了？你不清楚？是，青宁说的对，就是喂狗了。你……”婆婆气得满脸通红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俩人吹了半天风扇，实在是热得受不了。许文渊跑过去，冲着门框框就是几脚。这破门防不了贼，偏偏防着我了。呵，你就是家里的贼吧？我看着他俩冲着门较劲儿的那副鬼样子，心中的气解了3分。没一会儿，安安便打着饱嗝拍凸着肚子：“妈妈，我吃饱了，这些都是给你留的，你快吃。我看你一直在玩手机，都没顾上吃饭呢。”看着面前包好的大虾，我不禁一阵感动。安安真懂事，还知道给妈妈剥虾。安安冲我做了个鬼脸：“妈妈挣钱很辛苦，我不能替妈妈分担，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了。”虽然有点心疼，但还别说，安安现在确实变得很懂事。安安骄傲地一仰头，接着说：“平时我在家每天都给爸爸和奶奶倒洗脚水呢，出门的时候还帮奶奶提行李。”我的心不由得咯噔一声，问安安：“那奶奶有没有给你什么奖励？”安安诺诺地说：“为什么要给奖励？奶奶说这是女孩子应该做的。”我心中不由得无名火起，这个老妖婆把我女儿当丫鬟使。我沉着脸对安安说：“安安，你记住，没有什么是应该做的。你给奶奶倒洗脚水提行李当然没有问题，但只有你发自内心的喜欢奶奶，感谢奶奶，才值得去做这些事，明白吗？而且你现在还是孩子，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快乐的成长。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忍心让你做这些脏活累活的。你现在告诉妈妈，你喜欢奶奶吗？”听我这么说，安安不由得低下了头。“妈妈，我可以说实话吗？”我点点头。“当然，你必须实话实说。”安安小声说：“我不太喜欢奶奶，倒不是因为她总让我干活，而是我觉得她并不喜欢我，更喜欢弟弟。”“弟弟？”我不禁有些疑惑，“我家里哪来的弟弟？”安安轻轻点点头：“就是叔叔家的弟弟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瞬间火冒三丈，一下子从座位上窜了起来。“你说的是许文飞的儿子？”我真的没有想到，许文渊竟然敢趁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把许文飞的儿子接过来住。我和婆婆关系闹僵，和许文飞一家脱不了干系。当年我和许文飞的老婆张静几乎同时生孩子，我生的是女儿，她生的是儿子。只是令我意外的是，婆婆竟然主动要求来照顾我月子。当时我还以为她是好心，一度还有些感动。可自打她来了之后，我就发现不对劲儿了。她住在我家，不仅不帮任何忙，还动不动使唤我干活。这些我都不和她计较，直到是她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。可渐渐的，我发现我家里开始丢东西了。我给安安买的都是最好的奶粉，一罐都要上千块钱。
可没想到，才没几天便用完了。我当时没有想太多，又找朋友买了几罐。可这次消耗的竟然更快。虽然我刚生完孩子，但我也不是傻子。安安还没满月，哪里喝得了这么多奶粉？于是我留了个心眼，偷偷观察，这才发现婆婆竟然大半夜悄悄把奶粉装进袋子里带了出去。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能让她这么煞费苦心，除了她的亲孙子，还能是谁？我当即把这件事给许文渊讲了，她表示会找婆婆说一下。可没想到，婆婆却越来越离谱。我朋友给我送的补品莫名其妙消失，还有我在网上买的上好的牛肉也不知所踪。更为关键的是，我妈妈送给安安的玉坠竟然也不翼而飞了，那可是我家的传家宝啊！我再也忍不了，当着许文渊的面质问婆婆，没想到她却抵死不认，一口咬定她没见过玉坠。我懒得和她废话，喊上我哥哥，一路杀到了许文飞的家里。一进门便看见那条玉坠挂在他儿子许欣然脖子上，我哥当场就和他打了起来。混乱中，玉坠竟直直摔落在地上，我连忙捡起，虽然没有碎，但上面也出现了一条裂痕。我心疼的眼泪都掉了出来。这条玉坠是我姥姥临终前留给我妈的，我妈又传给了安安。对我家而言，已经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了，可竟会被这一家无赖轻而易举地摔在地上。看我如此难过，张静非但没有道歉，反而出言嘲讽：“你生个丫头片子，带这么好的玉，迟早也是送给别人家了，有啥用？你个小丫头喝那么好的奶粉干嘛？我可是给许家生了儿子的，你这个做伯母的理应表示表示。这也就是现代了，搁古代，你还得来伺候我月子呢，我伺候你妈。”我气得上前狠狠扇了张静2巴掌。许文飞想阻拦，却被我哥一拳打倒在地。我当着他们的面把偷我的奶粉倒进厕所，临走前，我哥把他们家砸了个稀巴烂。可没想到，这帮无赖竟然还敢报警。我当然不惯着他，拿出玉坠要求赔偿。经过鉴定，玉坠的折损价值把他们房子买下来都绰绰有余。许文飞哪里掏得起钱，只得把他妈搬出来撒泼打滚。但这招在我面前没有用，我坚决不撤诉。许文飞也知道我家人的脾气，为了不进局子，只得把房子卖了，老老实实的赔了钱。一家人搬到了农村老家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我和婆婆一家彻底闹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我当时本想和许文渊离婚，但许文渊那时候的表现还算不错，不仅没有偏袒他弟弟，还帮着我找律师。我把他妈妈赶出去的时候，他表示支持，我这才原谅了他。可没想到，我出国这1年，他竟然背着我把他那个该死的侄子接到了我家。我越想越气，拉着安安的手准备回家找许文渊算账。没想到刚出酒店门口，忽然一颗石子直勾勾地冲着安安砸了过来。我眼疾手快，一把把安安抱在了怀里，替他挡下这一击。石子虽小，可砸在我背上，疼得我直咧嘴。我扭头看去，只见一帮和安安年纪相仿的小男孩冲着安安扮鬼脸。捡瓶子的垃圾孩，我这有瓶子，你要不要啊？土老帽，这学期替我做卫生，我就把瓶子都给你，你让他做卫生，脏不脏啊？听着这群小男孩放肆的嘲笑，我简直快要被气晕了过去。我快步上前，拽住领头男孩的衣领，手上发狠，几乎将他提了起来。你再说一句试试。看到我的脸色，其他男孩顿时一哄而散，只剩下领头的被我死死拽住。那小孩还在嘴硬，我又没说错，他就是捡垃圾的土老帽。我火冒三丈，抬手便准备扇他，
那小孩见我动真格的，顿时吓得慌了神。别打我！是许欣然让我们喊的。听了这话，我不禁有些疑惑。许欣然，他在你们学校？男孩点点头。是的，他是我们校长的亲戚，今年刚刚转学过来的。我顿时被气笑了。校长的亲戚？安安他们学校的校长明明是我同学，我怎么不知道他有许欣然这样一个亲戚？我把小男孩放开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记着，安安捡瓶子是在做义务劳动，我们家根本不缺钱。要是再让我看见你欺负安安，有你好果子吃！”我的神情把小男孩吓坏了，愣愣地冲我点头。我接着说：“反倒是那个许欣然，他把你们都骗了。他是个狗屁校长的亲戚，马上我就让他从你们学校滚蛋。”我赶走了小男孩，只觉得头晕目眩。仅仅出门了1年，安安就被欺负成了这个样子。我不敢想象，如果我再晚回来一段时间，安安会变成什么样。我定了定神，转头问安安：“许欣然他们经常欺负你吗？”安安诺诺地点点头。我接着说：“那你有没有告诉老师？”安安低下头说：“我说了，可是老师说他们为什么不欺负别人，只欺负我，让我想想自己的问题。妈妈，你说是我哪里做错了吗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摸了摸安安的脑袋。安安，你记着，永远不要为别人的过错买单。你是被伤害的人，你有什么错，下次再遇到欺负你的人，你就狠狠地还回去，让别人记着，你许念安才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别怕，出了任何事都有妈妈给你撑腰。安安眼里闪过一丝泪花。妈妈，那你能不能不要走了？你不在，他们都欺负我。听着安安的话，我心都化了，用力将她揽在怀里。安安别怕，妈妈以后都不走了，一直在你身边。安抚好安安之后，我反而渐渐平静了下来。事情要一件一件解决，当务之急是让安安在学校不能被欺负。安安的小学是有名的私立学校，不仅学费昂贵，还十分难进。他们学校的校长是我的同学，之前我不想安安被过分打扰，所以只是给同学打了个招呼，还特意强调不用特别关照。但如今来看，是我低估了人性的恶。我之前就找同学要过安安班主任的住址，现在时间还早。我拉上安安，直奔他班主任老师的家中。敲了半天门之后，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懒散地打开了门。谁呀？陈老师，我是安安的妈妈，有事想给你说一下。看到安安，又看到我，陈老师显然有些意外。你是安安妈妈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？我之前工作忙，所以家长会都是许文渊参加，加上我又出国1年，更是没有来过学校。老师不认识我也不意外。我礼貌地笑了笑。之前我没有参加过家长会，所以老师可能对我没有印象。我这次来就是想说一下安安在学校被欺负的事情。陈老师不耐烦地一抬眼皮。安安被欺负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要我说呀，你们这些家长也真是的，孩子有点风吹草动的就担心的不得了。这个年纪的小孩在学校里打打闹闹的，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什么欺负不欺负的？要是所有家长都像你这样，动不动就找上门来，我们这当老师的还过不过日子了？没想到我还没说话，他竟然先倒打一耙。我忍着怒火对他说：“安安被欺负是我亲眼所见，一堆小男孩冲他扔石子说脏话，你觉得这是一点风吹草动吗？换作是你的女儿被别人这样欺负，你怎么想？我还没有女儿呢，别乱说。”陈老师的眼神有些躲闪，从他的反应中，我能看出来，他对这些事情是知道的。我接着说：“不管你有没有小孩，
我的心情你应该都可以理解吧？我们学校收费不便宜，我掏着这么贵的学费，是送孩子来上学的，不是让他来被欺负的。你作为班主任老师，当然应该替孩子主持公道，让所有孩子都健康快乐的成长，要不然所有孩子都蛮不讲理、横行霸道，你这个当老师的恐怕也干不下去吧？咱们学校也不能被称为全市最好的私立小学吧？听我这么说，陈老师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哪里没有主持公道了？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关系很好，从来没有闹过矛盾。如果真的存在欺负人的现象，我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。我低下头对安安说：“安安，你告诉妈妈，你到底有没有给班主任老师反映过情况？老师又是怎么说的？你别怕，就实话实说。”安安轻声说：“我给老师说过，老师说他们为什么不欺负别人，只欺负我，让我找找自己的问题。”听到安安这话，陈老师脸上闪过一丝慌张。我哪说过这话？我冷笑一声：“你的意思是安安在撒谎吗？”陈老师支支吾吾接不上话，过了半晌，忽然把眼睛一瞪：“我是说过这话，怎么了？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的很正常，我怎么没见其他同学说过他们被欺负啊？安安说的那个男孩也是我们班的，平时很懂事很听话，上课也认真听讲，怎么看也不像是欺负同学的人。我这话有错吗？你女儿平时上课也不好好听讲，穿得脏兮兮的，每天就盯着垃圾桶里的瓶子，丢不丢人啊？你也知道我们是最好的私立学校，你女儿这样都影响到我们学校的笑容了。我没找你们就已经算是客气的了，你还反过头来怪上我了。我看就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你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你女儿，别整天邋里邋遢的丢我们班的人，还说别人欺负她。先找找自己的问题吧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我恶狠狠地扇了陈老师一巴掌。陈老师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我甩手又给了他一巴掌。啪！现在你再说说，一个巴掌能不能拍响？要是拍得不响，那我再多来几巴掌，拍到你觉得响为止。陈老师惊愕地看着我，直到我的手再次扬起，他才终于回过了神。你打我，你他妈敢打我！啪！扬起的巴掌哪有放下去的道理？陈老师被我扇得满脸通红，尖叫着朝我扑了过来。我也不惯着他，狠狠一脚把他踹倒在地。他痛苦地捂着肚子躺在地上，不断地哀嚎。我抬脚看了眼鞋底，真可惜，今天穿的不是高跟鞋。陈老师躺在地上不断地打滚，口中叫骂：“你他妈敢打我！报警！我要报警！我门口有监控，今天没有10万8万的，你别想走！”我冷笑一声，取下手上的表，瞪大你的狗眼睛，给我看清楚。这块表叫百达翡翠，价值100万，我今天就给你放这，你让我打到100万为止。说着，我骑在他身上，又狠狠地扇了他几巴掌，直到安安在一旁拼命地拉我衣服，我这才渐渐恢复理智，从陈老师身上站了起来。陈老师被我扇得鲜血直流，脸肿得像是一个猪头，他口中还在不断地叫骂：“妈的，你别混了，等死吧！我今天非得弄死你！”可手脚却无力地在空中乱摆。我又狠狠地踹了他一脚，蹲下身凑到他耳边小声说：“你也不问问，我是怎么知道你家住址的？”听我这话，陈老师嚣张的神情顿时烟消云散，转而一脸惊异地看着我。我冷笑一声：“你们的校长姓高，是我高中最好的同学，难道他没给你说过，班里有一个姓许的小朋友，要多留意留意？
虽然我给同学强调了不要重点关照，但他还是给我说，已经给老师打了招呼，只是说要留意姓许的小朋友，没有提安安的名字。听我这话，陈老师眼睛瞪得像铜铃。姓许的小朋友，说的是许念安，难道不是许欣然？我忍不住发笑。许欣然，要是我猜的不错，他应该今年才转到这个学校吧？你也不想想，校长在这干了多少年了？如果许欣然是校长的亲戚，他怎么可能今年才转到学校？陈老师眼珠转了几圈，忽然破口大骂：“妈的，许文飞，你骗老子！你大爷的！我还真以为你和校长是亲戚，你个不要脸的玩意！”我瞬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缓缓站起身，朝他晃了晃手机。刚才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录下来了。本来我今天是想和你好好谈谈的，但就你这个素质，确实也没必要谈了。我会把录音发给校长，你的饭碗肯定是保不住了。说着，我拿起手表重新戴上。哦，对了，你要是想告我呢，随便。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，你觉得能戴得起这个价格的手表的人，能有多少手段整死你呢？我把录音和情况给我同学说了一遍，他当场表示要把陈老师开了，并且拉进行业黑名单。同时，他也解释了许欣然的情况，原来是许文渊私底下找到他，想让他帮忙把许欣然安排进学校。我之前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，没有给他讲过我家的糟心事，他还误以为这一切都是我的意思。因为我人在国外，工作又忙，这一年都没有和他联系，而且他觉得这就是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，所以也没有给我打电话求证。呵，许文渊，我还真的是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，竟然敢背着我干这么多恶心人的事情。我同学表示要回学校调监控，把许欣然欺负安安的视频找出来，然后立马开除了许欣然。处理完学校的事情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我此时倒是不着急了，如今我变被动为主动，等着他们一家子上门即可。回到酒店，我又打开了家里的监控，却不见了许文渊他们的身影。我往前倒了半天，原来许文渊找了开锁公司开门，结果开了门之后，许文渊竟然耍赖不给师傅钱，开锁师傅又把他重新锁进了屋子里，最后还是许文飞带着另一个师傅前来，这才把这娘俩给救了出来。看着许文渊狼狈的模样，我不禁有些好笑。看来这一年我打给他的所有钱，他都打给了他那个好弟弟。还好，我家之前的积蓄全都在我这里，这才不至于整个家都让他们搬空了。我带着安安回了娘家，期间许文渊给我打了无数次电话，我都没有接。一天，我同学忽然给我打了电话，他说许文飞知道儿子被开除之后去学校闹事，因为是暑假，学校没有学生，许文飞被保安揍了一顿轰了出去。同学提醒我要多加小心，许文飞很可能会来找我麻烦。我当然心里有数，提前给我哥说了这些事。果然没多久，许文渊便带着一家子出现在了我家门口。见到我出来，许文渊还没开口，婆婆先破口大骂：“你个贱女人，那天想热死老娘啊！”我冷笑一声：“老太婆，这不是你提倡的所谓苦难教育吗？怎么不开空调就受不了了？还没让你去捡瓶子呢。”婆婆还想接着骂，却被许文飞拉住了：“妈，别和他废话了。嫂子，我今天还叫你一声嫂子，我家欣然好好的被学校开除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朝他翻了个白眼：“嫂子，我多稀罕你叫是的，许欣然是怎么进的学校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”许文飞不屑地说：“那是我哥找人帮的忙，跟你有屁的关系。”我不禁被他气笑了。那要不问问你哥？
找的是谁的关系？许文飞看向许文渊，许文渊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。青宁，别闹了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？我冷笑一声，一家人？许文渊，算我瞎了眼，一直没看出来你究竟是什么人。你能帮你那不争气的侄子上学，却忍心看着安安捡垃圾，你还配当这个爹吗？许文渊微微皱眉，我不是给你解释过了吗？那是人家专家讲的苦难教育，你看安安现在多懂事啊。好，就算我教育的不对，那也是我们自己家的事情，没必要把其他人掺和进来吧。欣然这个事是我没有提前给你商量，但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拒绝的。过去的事情你受委屈了，他们也接受惩罚了，就让他过去吧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到现在这个田地？哈哈，一家人？你先问问你那亲爱的弟弟是不是一家人吧？难道他没给你说许欣然是为什么被开除的吗？听我这话，许文渊看向许文飞，许文飞不敢直视许文渊的眼睛，还能是因为什么？还不是你从中作梗，要不是你……还没等他说完，我打开手机播放了许欣然欺负安安的录像，看着许欣然带着一帮小男孩冲安安吐口水、丢石子，许文渊的脸色也变了，双手捏得越来越紧，最后狠狠一拳砸在了许文飞的脸上。婆婆顿时朝许文渊大吼：“你干嘛？这是你亲弟弟！”许文渊眼睛瞪得能喷出火来：“你还知道他是我弟弟？我帮他儿子上学，就是让他欺负我女儿的吗？”婆婆还在低声喃喃：“一个小丫头片子，受点委屈不是很正常？”可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许文渊恶狠狠地瞪了回去。许文飞也自知理亏，不再争辩，最后一把把身后的许欣然拽了出来：“行，嫂子，这事是我们不对，我道歉。欣然，赶紧给姐姐道歉。”许欣然小小年纪就吃得肥头大耳，满脸横肉，一抖一抖的，不屑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行了吧？”我冷笑一声，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，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法律做什么？张静在一旁不咸不淡地说：“我儿子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难不成还能把他送进监狱啊？”我瞥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他现在是还不到年纪，不过总有长大的那一天吧。不信，我们就走着瞧。我的手段，他俩之前都见识过。”许文飞一把拉过张静，换了副脸色讨好地说：“信，嫂子，我们都信。我回去一定好好揍这小子一顿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别和我们计较了。学校那边的事还得靠您多费心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你揍不算数。”说着，我拉着安安指着许欣然说：“安安，妈妈之前告诉过你，别人怎么欺负你的，你就怎么还回去，别怕，有妈妈给你撑腰。”安安诺诺地捡起一颗石子，犹犹豫豫地朝许欣然丢了过去。安安这一下没有用力，石子只是轻轻地碰到了许欣然的胳膊，许欣然当场要发作，却被许文飞一脚踹翻在地。我转头对安安说：“他平时是这样砸你的吗？”安安摇摇头，又捡起了一颗石子，手上加了力道，直接打到了许欣然的胸口。许欣然惨叫一声，本还想发脾气，却看见许文飞那张臭脸，硬生生地咽了回去。我又对安安说：“他只砸过你这一下吗？”安安一咬牙，从地上抓起一把石子，朝着许欣然就砸了过去。这一下力道不小，许欣然双手挡着脸，连连后退。张静看不下去了，一把把许欣然护在身后：“严清宁，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？”我瞪着张静说：“哟，你也知道心疼？那许欣然欺负我家安安，我心不心疼？”说着，我又看向安安，安安明白我的意思，一口口水吐到了张静脸上。
婶婶，欣然弟弟平时就是这么对我的。行啊，安安，这么快就学会了。我看着一脸诧异的张静，对安安说：“安安，解气吗？”安安用力地点点头。我笑着摸摸他的脑袋，这就对了，有气千万别憋着，该发就发出来，要不然别人还以为你是软包子呢。许文飞一把拉开张静，拽着啜泣的许欣然对我说：“嫂子，你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这下可以原谅我们了吧？”我朝他微微一笑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原谅你的？”听我这话，许文飞当场暴怒，冲上来就要打我。可惜他忘了，这是在我家门口，还没等他上前，我哥和他的几个朋友就一把将许文飞拽住，胖揍一顿，吓得一旁的许欣然哇哇大叫。我狠狠瞪着许欣然，连你爸我都收拾得了，更别说你这个小崽子了。要是以后再让我听见你欺负安安，我弄死你！说着，我叫停了我哥，对躺在地上喘粗气的许文飞说：“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，你家新买的那套房子是你哥擅自挪用我们婚内财产购买的，而且用的还都是我的钱，这在法律上属于赠与无效。房子我收回了，提前给你讲一声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赶紧滚蛋！”许文飞不可思议地看向婆婆：“妈，你不是说那是我哥的钱？”婆婆也难以置信：“文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许文渊终于坐不住了，朝婆婆大吼：“我早就失业了，要不然清明也不会为了赚钱出国1年。之前不敢告诉你们，是怕你们担心。现在你们花着我的钱，还欺负我女儿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一切都是你们自作自受，滚滚滚，都给我滚！”许文渊和我哥他们一起把婆婆和许文飞一家轰了出去。他们走后，许文渊本还想和我说什么，我却直接把大门一关，不想再看见他。过了几天，我哥给我说，许文渊一直在我家门口跪着，饿了就啃馒头，晚上就席地而睡。安安有些不忍心：“妈妈，就让爸爸进来和我们一起过吧。”我摸了摸安安的脑袋：“安安，你还想过以前那种生活吗？”安安拼命地摇摇头：“才不要！在姥姥家我吃的可好了，姥姥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，我才不要再啃菜叶子了。”我笑着说：“那你知道造成这一切的人到底是谁吗？”安安摇摇头。我叹了口气说：“就是爸爸。如果不是爸爸偏心他家人，又怎么会让安安被欺负呢？狗改不了吃屎。爸爸以前也给妈妈发过誓，绝对不和他们家人来往。可现在又怎么样呢？妈妈就出去了1年，安安就被欺负成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能原谅爸爸吗？”安安坚定地摇了摇头，转而又有些犹豫：“可他毕竟是我爸爸呀。”我摸着他的小脑袋说：“他能眼睁睁看着安安被欺负，却坐视不管，他就不配当你爸爸。但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。”安抚好了安安之后，我出门见了许文渊，他脸色憔悴，见我出来忙跪着上前：“青宁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没想到我弟弟他们竟然会是这样的人，更没想到他们会欺负安安。我发誓以后绝对不和他们再来往了。青宁，看在安安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”我没说话，只是自顾自地往前走。许文渊跟在我身后接着说：“那套房子你已经收回来了吧？我听说许文飞被你哥哥他们给赶了出去。哎，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，他把老家的房子偷偷给卖了，在外面养了个情人。听说前几天情人也打上门来了，许文飞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赔给他了。我妈说了他2句，他竟然还把我妈给揍了一顿，扔大街上不管了。哎，我真是倒了血霉，碰到了这样的弟弟，我自作自受。”我冷冷地说：“
许文渊还在我身后不断说着好话，可他却丝毫没注意。我走到了民政局门口，我掏出离婚协议书，对许文渊说：“我最后给你一个体面，就不起诉离婚了。办完手续，过了冷静期之后，我们就各奔东西，安安归我。你没意见吧？”许文渊知道我的脾气，我决定了的事情是不可能再更改了。从民政局出来，我回到了自己的房子，许文渊也在身后跟着。虽然他是净身出户，但有离婚冷静期这个东西，目前在法律意义上我俩还是夫妻。我对许文渊说：“这30天里，你想住这我不赶你，但是30天之后，你必须立马给我滚蛋。你也不想让我哥哥给拖出去吧？”许文渊叹了口气说：“我知道，这几天我攒点钱，去外面租房子。”我没说话，请人过来收拾房子。许文渊试探性地问：“我妈这几天没地方去，我能把她接过来吗？”我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无所谓，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如今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不可能给你1分钱的。你把你那亲妈接过来，就自己养活。”我把安安接了过来，许文渊也把婆婆接来。在见面时，婆婆眼中早就没有之前的盛气凌人。我在主卧和安安的卧室重新装了空调，许文渊带着他妈挤在没有空调的小书房里。许文渊找了个送外卖的工作，白天出去跑外卖，晚上带几片烂菜叶子回家和婆婆一起吃。婆婆看着我和安安啃大骨头，馋得直流口水，每次忍不住想伸手去拿，就被我一巴掌拍了回去。“你不是推崇苦难教育吗？怎么这点苦都受不了？安安可是跟着你吃了1年的菜叶子。”婆婆埋怨许文渊没本事，却被许文渊大骂一顿。要不是你非要把钱接济许文飞，我们现在至于搞成这个样子吗？我还得存钱租房子，哪有钱给你买吃的？婆婆气得破口大骂。我带着安安回了房间，任由他母子俩在外面争吵。第2天早上起床，我竟发现婆婆躺在我门外的地板上，原来是没有空调，实在热得受不了。于是凑到我房间外面想蹭空调，我冷笑一声，直接从她身上跨了过去。没过几天，小区里就多了一个捡瓶子的老太婆。一天回来，我不经意间看见了许欣然的身影。小胖子虽然还是满脸横肉，但明显脸色苍白了许多。只见许欣然带着几个衣着破烂的小男孩，冲着一个老太婆丢石子、吐口水。嚯，那不是许欣然的亲奶奶，我的前婆婆吗？老太婆气得到处乱抓。可他哪里是小男孩的对手，被耍得团团转。许欣然却趁老太婆不注意，一把抢过她扛的一大袋瓶子，转头就跑。老太婆气得瘫在地上哇哇大哭。我拍下了这有趣的一幕，连忙拿回家和安安分享。安安，你记住，从来就没有什么苦难教育，真正爱你的人是舍不得让你吃苦的。安安扬起笑脸冲我点头：“妈妈，我记住了。那你爱我吗？”我笑着说：“当然爱呀，妈妈最爱安安。那我今天想吃芝士大虾，超级超级想吃。妈妈爱我，可以满足我吗？”你个小机灵鬼，还耍上心眼了。行，叫上你舅舅，咱们好好搓一顿。